我下面呢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会说 NASA 最后这个考虑，就是说让他在太空待9个多月，到今年3月份才会返回地球这件事儿，应该在他们出发前，如果他们预测到了的话，应该是也包括的呢。我们知道啊，国际空间站上面它实际上有这个飞船的对接接口。国际空间站呢，它分成2部分，一部分实际上是美国，一部分是俄罗斯，首先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国际空间站上总共有8个可以和飞船对接的口。那这8个和飞船对接口是怎么进行划分的呢？是这样的，美国4个，俄罗斯4个。俄罗斯的这4个和飞船的对接口，因为俄罗斯在执行的是俄罗斯的标准，这种对接标准。那按照俄罗斯的标准，货运口和载人的这个运输人员的这个对接接口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俄罗斯的这4个飞船对接口是既可以对接进步货运飞船、进步号货运飞船，也可以对接联盟号载人飞船。但是俄罗斯的本身的这个4个对接口，其中有2个是在俄罗斯的叫做这个曙光号的这个功能舱上的，还另外2个呢是在这个星辰号功能舱上的。一般来讲，俄罗斯的这个进步号货运飞船呢是和星辰号这个货运舱的这个对接口进行对接，而俄罗斯的这个联盟号载人飞船呢是和曙光号的对接口进行对接，这是俄罗斯的情况，它的是客货用是用了1个对接口。美国的这方面或者说西方的这方面就不太一样。美国这块就是西方这一块呢，那它的对接口是客运的用客运的对接口，货运的用货运的对接口。所以总共在西方这一部分，国际空间站西方这一部分，这4个对接口里有2个是货运的，另外2个呢是客运的。客运的这个对接口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于和谐号的节点舱上，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在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库尔巴飞船飞到国际空间站上，和国际空间站上和谐号节点舱上的1个对接口，客运的对接口进行了对接。那我刚才说了，2个里对接了1个，那还空着1个。然后到6月6号或者说是6月7号，斯塔兰纳飞船来了，和国际空间站的这个和谐号节点舱上的另1个对接口进行了对接。这时候2个载人的对接口就已经完全都被占用了。由于 Starliner 飞船出现了问题，原来的这个计划就没法往下实施。他们在这个国际空间站上对 Starliner 飞船进行排布，那此时 Starliner 飞船就一直占用着这个和谐号上的这个对接口。那如果要是 Starliner 飞船不走，没法有新的载人飞船飞过来。当时的国际空间站的情况就是这样子。那到8月份 ，NASA 决定让 Starliner 飞船以无人状态返回地球。9月份 ，Starliner 飞船最后真的是以无人状态返回地球，这时候才把对接口给空出来，这个时候才能够发飞船去和国际空间站对接。你必须得先让 Starliner 离开，腾出这个位置来，然后才能够让其他的飞船来和国际空间站对接。所以我们可以把6月7号到8月或者到9月这一部分时间，我们看成一个这个 Starliner 飞船的排库时间。那是不是要在这段时间之内，就要让 Starliner 那个飞船就赶紧滚蛋，派出一艘救援飞船来？这现实吗？我觉得不太现实。任何一个人管理者也不可能用采取这个策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现在是肯定是正常的，对吧？然后那这个现在空出了一个口之后 ，Starliner 把这个口空出来之后，那库9飞船来到了国际空间站。为了用库9飞船把 Starliner 飞船的2名宇航员接回去，原来库9飞船计划是4名宇航员，还专门减少了2名宇航员来空出2个座位，所以库9飞船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的时候是只来了2名宇航员。那库8飞船是4名宇航员，龙飞船的这些飞船，你不管是库8、库9，它实际上就那么几艘，现在可能是4艘吧，4艘，好像是4艘这个龙飞船跑这个国际空间站的这个载人运输任务。那他们理论上讲最多可以做7名宇航员，但实际上他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都是只安装了4个座椅，
4个座椅，所以就是说库尔巴飞船上也只有4个座椅。如果你想让这个2名宇航员及时的离开国际空间站的话，那你就给那个2名宇航员卖个挂票，没有座椅，直接挂在那个飞船上一块飞回去，这个安全性怎么样？大家自己考虑，大概是这意思。这是就等于是说完了 Starliner 离开，然后库9来了，在这个时候库8要回去了。那如果你要想让 Starliner 的宇航员和库8一起回去，那就是卖挂票进去，是不是合适啊？然后大概到10月份的时候，库8离开了国际空间站。那在这个时候，国际空间站的2个对接口啊，我刚才一直在说2个对接口，有一个空出来了。如果马斯克说这时候非要派一艘救援飞船去救援，这个时候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成本由谁来承担呢？这个成本到底是谁来承担？或者说在确定这个方案之前啊，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这个成本。事实上，这个成本如果要是发射上去确实采用这个方案，我觉得最应该出这笔钱的实际上应该是波音公司，对吧？因为毕竟是你的飞船造成的这个，因为 NASA 是用户，你研制飞船我已经给你钱了，然后你出了问题，我再出钱买一艘飞船来接他们回去，不合适吧？是吧？所以这应该是波音公司。所以实际上马斯克反复在说这件事儿之后，实际上他是和波音公司的斗争，这是一个商业行为。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他如果要作为一个 SpaceX 的老总，他来说这件事儿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他做了这个政府效率部长，还在这块谈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就有问题。那没有人出这个钱，所以 NASA 呢就按照这个计划，我刚才已经说了，库9就2名宇航员来到了国际空间站，所以他只能随这个库9飞船离开国际空间站。为什么不能让这2名 Starliner 宇航员先坐库9飞船回去，然后那个库9再随别的团队回去呢？因为第一，那样你等于延长了人库9的飞行时间，这个在国际空间站上待的时间。第二点，国际空间站就是说包括中国的空间站都有一个要求，就是随时要保持一艘应急逃生飞船，这艘飞船要能够基本上是确保把所有的宇航员，当空间站出现比方说遭受微流星的撞击破损啊什么的时候，可以把所有的宇航员都撤回地球。这是空间站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要求，不管是国际空间站的美国这一边，还是俄罗斯这一边，或者是中国的天宫号空间站，全都是这样的。你看，如果要是天宫号空间站停着一艘神舟飞船的话，那上面最多是3名宇航员；如果要是停着2艘神舟飞船的话，那有可能是6名宇航员，对吧？然后俄罗斯这边也一样，如果要是停着一艘联盟飞船的话，那国际空间站上的俄罗斯宇航员应该也就只有3名，就是从这个 Starliner 飞船9月初离开，到这个库9 9月底到来，这十几20天的时间里面嘛，如果在这段时间里真的出现了情况的话，那 Starliner 那2名宇航员真的是只能坐挂票回地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的来讲，应该就是真正的这个NASA 要真的是说再发一艘救援飞船去国际空间站上去救援，那这个时间实际上就应该是在库8飞船离开之后的大概这个时间。还是那句话，谁出钱？而且这么去羞辱波音公司，最大利好的就应该是 SpaceX 啊。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即使我不喜欢波音公司，对波音公司也真的是有点不公平，是吧？所以再加上我前面考虑到的这些航天员的这些工作职责呀，什么这些所有的综合考虑，我觉得最后的这么一个结果是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就是逻辑是完全自洽的。